论起撒泼，魏无羡乃是一把好手。从前撒也要撒得顾及体面，不能让人家说他没家教。可如今反正他是个疯子，还要什么脸？直接撒泼便是了，怎么痛快怎么来。魏无羡梗着脖子，理直气壮道：“他明知道自己是我表弟还不避嫌，究竟是谁更不要脸？你自己不要就算了，可别坏了我的清白，我还要找个好男人的。”众人看到这么个吊死鬼，还好意思嚷嚷自己要找个好男人，一时间哄堂大笑。蓝忘机机不可察的无奈摇摇头，薛洋喷了：“哈哈，魏前辈当真是不要脸啊！”哈哈。众人好笑的看着魏无羡装疯卖傻，享受当一个疯子的乐趣。待看到魏无羡疯疯癫癫的去给蓝思追等人捣乱，实则是去探看招阴奇的画法的时候，蓝家众小辈皆有些感动。蓝思追更惊讶于魏前辈心里对自己的一番称赞，原来魏前辈当时在夸自己。他身子不由得挺得更直了，温情则欣慰地摸了摸他的头。随着剧情，众人看到了莫夫人的泼辣与无理取闹，看着那个泼妇指着鼻子骂那些小辈的时候，蓝启仁脸色很是难看。这么多年了，蓝家竟然还是这么个德行，要那破涵养作甚？憋不死自己，看我的！蓝启仁此刻脸色很精彩。破涵养，蓝家一向以端庄雅正为训，历代家主皆是佼佼君子，你魏婴居然敢说是破涵养，我看你是又想抄家训了。哼，看在你为这些小辈出头的份上，就暂且将功抵过吧。众人看着蓝思追、蓝景怡的表现，面对险峻的境况尚能临危不乱，思绪条理依然能保持清晰。虽然不敌，但想到当时毕竟是刚刚出道，表现算是可圈可点。众人皆叹：不愧是下一任的姑苏双璧。魏无羡迈入东堂，一左一右提起莫夫人和莫子渊两人的尸身，低声喝道：“还不行！”一声唤出，即刻回魂。众人看着魏无羡出招，纷纷感叹道：“不愧是夷陵老祖啊！”蓝启仁在一旁皱了皱眉，而江丰眠夫妇却看得格外认真，转头向江澄问道：“阿英竟习此道了吗？”江澄微微颔首。接着众人看到了凶尸相斗的场面，也看到了一众惊呆了的少年。就在那几具凶尸快要支撑不住之时，从天外传来铮铮轻声。看到画面中少年们那一张张容光焕发的笑颜，众人都已经知道是谁来了。众少年使尽浑身解数都不能降服半分的手臂，而蓝忘机的破障音却轻而易举地降服了他。众人不得不感叹韩光俊的功力之高深。好巧不巧，来的是蓝家人，要死不死，来的还是蓝忘机。听到这句话，众人不由得看向蓝忘机，任谁听了自己的媳妇这样说都不会很开心，何况他还苦苦找寻了那么多年。蓝忘机的眉头微不可察地抽动几下，只感觉魏无羡又想要被天天了。众人看到魏无羡与小苹果的邂逅情缘，哭笑不得。要说魏无羡重生以来最有意思的就属他的坐骑了，驴子又丑，叫声还特难听，偏偏极通人性。紧接着魏无羡吊着苹果与他的千里明驹直冲到佛脚镇，一骑绝尘。蓝忘机眉头紧蹙，若是早点找到他，他就不必受这等苦了。众人随着解说了解到了大范山的意识，而金陵暗暗心惊，大范山是跟魏无羡第一次见面吧？可要说平时还好说，别人看到就看到了，谅他们也不敢出言讥讽。可是金陵偷偷瞄了一眼身边认真观看的父母，只觉得自己的形象怕是还没建立起好形象，就会被这本书给毁了。果然，那讲述声中传来声音：“每次都是你们这些蠢货！这山里400多张诣仙网，猎物还没抓到，已经给你们这些人捣坏了10几个。”众家主跟书中的魏无羡一样，默默地赞叹道：“有钱！”而金陵本人听到这句话，一时间特别不自在，手不自主地假模假样挠挠头，视线有意无意地向他父母身边瞟去。金子轩在看到那金星雪浪花纹与自己的配件时，就已经知道来人是谁了。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么骄纵跋扈，又看了看身边挠着头的孩子，只觉得怎么看怎么可爱，不由得大笑两声，手臂揽上金陵的肩膀，把儿子搂到自己身边来。金陵红着脸，十分不自在的又偷偷瞄了瞄自己的父母。看着这旧生二人的互动，金陵这孩子着实跋扈了些，可是人家现在是金家的家主，身后又有江家这一大后台，何况现在父母舅舅都在身边呢。
众位家主也只敢在心里想想，不敢言说。本来金子轩看着二人恶语相斗，看得颇为有趣，直到魏无羡说了那句真是有娘生没娘养，脸色骤然一变。江厌离回头看向金陵，怜惜地摸了摸他的头。这少年手撑地面，射几回也爬不起来，脸涨得通红，咬牙道：“再不出我告诉我舅舅，你等着死吧。”魏无羡奇怪道：“为什么是舅舅不是爹？你舅舅是哪位？”身后忽然响起一个声音，3分冷峻，7分森寒：“他舅舅是我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”这时金子轩突然冷嘲道：“他爹早就死了。”而江丰眠与于夫人看着画面中江澄的神色，皆是疑惑：二人不是从小就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吗？怎地多年以后竟到了拔刀相向的地步？他们觉得事情或许不简单，他们死后一定发生了什么很特别的事。当蓝忘机听到魏无羡当时评价自己披麻戴孝，死了老婆的苦大仇深，拳头微微攥起，忍了忍，还是算了，毕竟是自己的媳妇，全当调情了。众人看到了蓝思追的知礼与金陵的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又看到了江澄的护生心切，而金陵本人对当初自己说的混账话只感觉抬不起头了。完了，爹娘都听到了，我的形象怎么办？当众人听到蓝忘机毁了全部的傅仙网时，心底暗暗赞叹：不愧是韩光君啊！寻常人一听是江家的猎物，哪里还敢造次？可偏偏韩光君就是不管你是谁，处在什么样的地位，只要违背道义原则，他绝不会坐视不理。而依江澄的性子，恼怒是必然的，以身为一宗之主的江澄自然也有他的考量，不能只顾自己的情绪。众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家主纷纷遗憾，竟然没有打起来。静立片刻，魏无羡扬手给了自己一耳光，这倒让众人惊了一惊，随即又想到其中典故：魏无羡杀了江厌离夫妇，让金陵从小就没了爹娘。刚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竟然讽刺金陵有娘生没娘养，难怪魏无羡如此悔恨。他方才也没有料到，这个孩子就是金陵。此时金陵在一旁沉着脸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画面还在继续，讲述也没有停留。散修们的闲言碎语全部灌进了魏无羡耳中。魏无羡牵着驴子来到溪水边，他狠狠一掌拍在水上，打散了这张滑稽可笑的面容，提起湿淋淋的手掌，就着溪水几把抹去了粉饰。众人看着画中魏无羡的表情，隐隐发觉到，如果可以选择，他应当是不想重生的，毕竟死了就是死了，而活着那些血债诸多骂名还要重新背负起来。不知何去何从间，小苹果拉扯着打断了他的思绪。而魏无羡发现这大饭山上的邪物并不是他们所以为的东西，当即10万火急冲向了金陵与蓝家众位少年的去处。画面转到天女祠内，众位看到了蓝家少年们与金陵。金陵禁言时效已过，一张嘴就没好话。而金陵对画面中的自己已经嫌弃的没脸看了，当真是丢人。偶然间抬头瞥见江厌离正对自己温柔的笑，金陵红着脸把头埋得更低了。画面中危机起伏，魏无羡的出现更是带动了这紧张的气氛。金陵看着魏无羡竟在急急忙忙地找自己，一时间一股暖意袭上心头。而蓝思追、蓝景怡等人知道接下来的事，一时间叫苦不迭。妈呀，那次可是忘记了备信号弹了，一直瞒着呢，这下全抖落出来了。二人惨兮兮地想，完了，这次逃不了一顿狠罚了。果不其然，蓝忘机在听到蓝思追惭愧地说忘了的时候，目光满含责备地看了众少年一眼。众少年一时噤若寒蝉，头低得不能再低了。蓝忘机淡淡地说：出去再说。众少年连忙应是，个个欲哭无泪，温情安慰似的揉了揉蓝思追的头。蓝思追这才抬起头，冲秦姑姑释然地笑了笑。小兰是双臂一边一左一右夹着魏无羡跑，一边听教。我说你们姑苏兰氏啊，少教点仙门礼仪和修真家族谱系、历史渊源，这种又稠又长还要背的废话，多教点实用的东西不行吗？蓝启仁冷冷哼了一声，看着画面中自家族中直系子弟这么听教于一个邪魔歪道的，蓝启仁心中不忿。他自己教学时，这些小子们都没这么认真过。众人皆被魏无羡这强大的推理能力折服了，而蓝启仁对此事绝对不会承认的。紧接着，众人看到了拉弓射箭神采飞扬的金陵，虽然力无虚发，步步不停，
但是所有仙门法器对天女都是没有用的。情急之下，魏无羡劈剑削竹，草草制成一把竹笛。金陵拔出佩剑，距离失魂天女已不到2丈，心脏砰砰狂跳，脑中热血上涌。若我这一剑削不下她的头颅，便要死在这里了。死就死。江澄一把薅过金陵的脑袋，拧着他的耳朵，恶狠狠地说道：看来你是真不想要你这双腿了。金陵被舅舅这样制住，大感丢脸，红着脸随手扒下在自己耳朵上作恶的手，3分尴尬7分不耐地冲他舅舅喊道：放手啦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